则下条章所持武士刀名为薄刃乃太刀，其刀身极薄，但仍能保持强度，以锋利著称。剑心所持武士刀名为逆刃刀影打，这把刀和一般的武士刀相反，刃口在刀背，所以在战斗中一般只能以钝口重击对手，不会置人于死地。唐竹右至逆袈裟，转身唐竹肩撞。可以看到剑心的刀并未出鞘，之所以不出鞘，是因为这把刀之前已经被天剑高手宗次郎砍断了，如今的刀鞘之内是一把断刀。眼前的则下条章，外号刀寿章，此人视刀如命，酷爱收藏各种宝刀，传闻他的腰间还挂着2把绝世奇刀，见过这2把刀出鞘的人都已经被他杀了。面对刀寿章手中的宝乃刃太刀，剑心意识到自己无刀与之抗衡，已失了几分胜算。对方拿的又是名刀，自己胜算更少，久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剑心决定速战速决，于是他直接祭出了飞天御剑流的高阶技法龙卷闪左旋。龙卷闪是指身体扭转了一圈避开对手攻击的同时，再以扭转的离心力出刀强烈斩击对手的招式。剑心这里虽然用的只是刀鞘，但这一招猝不及防，强大的斩击力当场震倒刀寿章。剑心以为刀寿章被击晕，于是他便想要上前救下一只，但没想到刀寿章竟然站起来了。原来刀寿章刚刚只是大意了，现在他要开始认真了。刀寿章解开了腰间的刀带，把2把刀鞘合二为一，随后抽了出来，竟然是连刃刀。此刀一出，直接震惊了一旁的新井清空。原来这连刃刀是新井清空的先父赤空大师所。赤空大师一生铸刀无数，大半个京都武士手中的刀都出自他手。传闻他造有4把宝刀留存于世，无限刃、宝乃刃太刀、连刃刀，还有1把刀未曾出世，传闻被赤空大师藏起来了。如今的无限刃在志志雄的手里，没想到这另外2把宝乃刃太刀和连刃刀居然都在刀寿章的手。这连刃刀是由2把刀刀锋并排合并而成，会在对手身上造成2道距离极短而并排的伤痕，使伤口无法缝合而腐烂。袈裟斩，左至突刺，再次突刺，左至。剑心躲过了第1刀，但没躲过第2刀。龙头脚，新井清空看着剑心节节败退，又听到自己孩子一枝的啼哭声，他陷入了纠结。整个京都都在传自己的父亲死之前留下了1把绝世宝刀藏了起来，此次刀寿章也正是为了这把刀而来，所以他才抢了新井清空的孩子一枝，威胁新井清空交出宝刀。看着剑心如此拼命的救一枝，于是他当下决定要跑回家把这把被父亲藏起来的宝刀拿出来给剑心用。面对刀寿章的连刃刀，剑心不敢硬拼，退闪进了身后的围栏里。刀寿章的刀势大开大合，动作幅度大，剑心正是要利用围栏内的狭窄空间限制刀寿章的动作。截踢胫骨，蹬墙助力，顺势夹臂过背摔，低位扫腿，夹臂过肩摔。在贴身缠斗的状态下，刀寿章显然不是对手。剑心所学的剑术流派乃飞天御剑流，其流派里包含的训练项目不仅包括剑法技巧、身体素质、速度、弹跳力，还包括了徒手搏斗时的摔法技巧。而刀寿章并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剑道，他可以凭着兵器之奇猝不及防的杀掉对手，但只要遇到像剑心这样的绝顶高手，他就不行了。剑心踉跄的走出围栏，准备就走啼哭的一枝，但没想到刀寿章再次站了起来。逆袈裟，袈裟斩，左至。剑心拿住刀寿章的手腕，刀寿章下路扫踢反击，再顺势一个舍身翻摔，两人一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而此时的新井清空也已经拿着他父亲藏起来的宝刀打回来了。剑心接过了刀，而后整个身体像是趴在了地上。刀寿章并不慌张，甚至开始嘲讽起了剑心。他知道眼前的剑心不再是那10年前杀人如麻的拔刀斋了，如今的剑心有一个不杀之誓，就是不会再用刀杀人了。所以刀寿章笃定剑心不会出刀。看剑心此时状态，显然他也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之中，不出刀便救不了人，一出刀便会杀人。刀寿章嘲讽完剑心后，马上转头朝着一枝走去。此时薰小姐也来了，她感觉到剑心身上一股强烈的杀气扑面而来，剑心要拔刀了。只见剑心整个人蹬地而起，击射而出，一刀砍中了刀寿章的脖颈，竟然是飞天御剑流的龙卷闪右旋。薰小姐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剑心上一次出现杀意的时候，是因为提唐认为绑架了自己，那是剑心第一次出现了杀意，但是被自己唤醒叫停住了。而这一次，自己竟然没能把剑心唤醒叫停。此时的迷燕发现，剑心手中之刀竟然也是一把逆刃刀。
原来逆刃刀是赤空大师打造的御神刀。御神刀在制成之时，按例要打造2把，一把叫真打，一把叫银打。被称为真打的制作精良，供奉神前；被称为银打的会赠与别人。赤空大师之前赠送给剑心的那把逆刃刀，正是银打，而此时剑心手中之刀，正是逆刃刀真打。最后被打晕的刀寿章被警察带走了。这一战之后，星井清空也决定把这逆刃刀真打送给剑心。